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榆中县有一个姓郑的大财主，一辈子乐善好施，可是偏偏就得了一个女儿，偌大的家业无人继承，夫妇二人就想着一定要给女儿找个好女婿，千挑万选的女儿都不中意，只轻轻抚着小腹，说非穷秀才李俊生不嫁。郑财主家大业大，一辈子与夫人恩爱，直到晚年才得一女，取名惠娘，那可真是当成眼珠子似的宝贝，虽然宠，但是并不溺爱。所以这惠娘除了长相貌美，性子温良，还能识文断字。所以听说郑财主家要招赘婿了，第二天去郑财主家提亲的人就踏破门槛了。郑财主一辈子辛苦打拼才挣下这偌大的家业，可惠娘对经营并不感兴趣，所以她想找个门当户对的家庭当亲家。可是同样出身富贵的人家，谁又愿意让儿子来入赘呢？入赘是要被戳脊梁骨的，意味着一辈子都抬不起头。于是郑财主就降低要求，入赘后生育的子女可以随父姓。这下子上门提亲的人中就有好多可选了。可是有一日，郑财主却看到李俊生抱着衣衫不整的惠娘，只得同意了婚事。半年前，惠娘突然染了病，郑财主带着她去城南求医，回来的路上突然遭遇了一伙山贼，10多个大汉突然冲出来，先是将几个家丁打倒在地，然后抢了随行带的银子，最后竟然要把惠娘带走去当压寨夫人。这可是急坏了郑财主。正当郑财主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，突然2个书生模样的年轻人带着一群官兵赶来，很快就将这伙土匪拿下。惠娘当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要是真被抢进山里，那么她宁可自杀也要保住自己的名节。当看到爹爹被土匪打到吐血，而自己眼看着就要落入贼手的时候，她的救命恩人从天而降，此人就是冲在最前面的书生。后来她知道了他的名字，叫李俊生。去官府作证的时候，惠娘父女得知李俊生和同窗林少卿结伴去郊区采风，偷听到那群土匪要去打劫郑家的车队，于是就拼命进城报官，刚好赶在关键时刻救下了郑家妇女。郑财主为了感激2位书生，送上了纹银100两。可是李俊生却说，读书人学的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怎么能要银子呢？也就是从那一刻，惠娘更加倾慕书生了。只是当惠娘向林少卿拜谢的时候，林少卿不自觉地红了脸，只说了句：“小姐无事就好，不必放在心上。”郑老爷谢过了2个书生后，就带着惠娘回家去了。他以为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，没想到惠娘和李俊生2人暗生情愫。自那日归家，惠娘便有些奇奇怪怪，有时候茶饭不思的，有时候询问婢女若是嫁给书生怎么样。郑财主听后，过来人的他一下子就反应过来，女儿长大了，到了思慕郎君的年纪了。只是那李秀才着实不算良人，他也偷偷派人去打听了。李俊生家世代务农，到了他爹这一代，在一个地主家做佃户，因为为人忠厚老实，做事也谨慎，所以很受主家信任。不料他竟然勾引了地主家的小姐，还带着小姐私奔，等儿子李俊生出生才带着妻儿回来。本来想着求老地主原谅，从此能得个半生富贵，可是天不遂人愿，人家老地主将流落在外的私生子接回家，把全部家产都给了私生子，所以家产什么的就跟这一家3口没有1毛钱关系了。后来一家3口就回乡下务农了，毕竟是大家小姐，生的儿子比别人多读了几年书，但是想要攀上自己家，还是有些痴心妄想。
郑才柱心想，得抓紧给女儿物色好人家才行。再说说李俊生，当年一家人回到农村后，日子清贫，李俊生他爹气恼到不行，他娘倒也并不抱怨了，毕竟都是自己的选择。可能是受了他娘的影响，李俊生从小就喜欢读书，成绩还不错，虽然比不上邻居林家的少卿，但是最终也是当了秀才的。他爹因为当初没得到老财主家的家产，就看不上这母子，好在他娘聪明，哄骗着说，你看俊生多聪明，这次榆林书院就要一个人，咱们俊生将林少卿都比下去了，都说只要进入榆林书院，那将来说不定就能高中状元呢，最起码考个举人是没问题的，那时候咱俩就可以跟着享福了。他爹原本是不相信李俊生的能力的，可是这次偏偏就能打败林少卿进入书院，他也是诧异得很。想到妻子说的话，也就对李俊生不再苛责了。李俊生是想靠着自己的能力考取功名的，可是随着时间流逝，他发现自己真的不是读书的料，要不是有林少卿一直帮他，他怕是秀才都当不成。至于当时被榆林书院录取的事，是他拿住了书院院长的短处，威胁后得到的。当然这事只有他自己和那个院长知道。林少卿心胸豁达，并没有因为自己落选而嫉妒李俊生，二人仍然是好友。一日，林少卿哥哥大婚，李俊生跟着林少卿去吃酒席，才知道林少卿他大哥娶了彭才柱之女。他想不通为何仪表堂堂的大哥甘愿娶那样一个女子呢？林少卿解释说，在他们家，大哥虽然是长子，但是却是姨娘所生，庶出的大哥在林家是没有机会继承家业的，所以不知怎么就攀上了彭才柱。那彭才柱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，生的女儿不仅丑陋，还粗鄙不堪，私德不修。但是只要娶了彭才柱的独女，那最终彭家的家业就都是他大哥的了。虽然父亲劝说过不能继承家业，但是也不会亏待大哥的。可是大哥想要的太多，与我感情也还好，不愿意为了家产而兄弟相残，那就只好另谋出路。而娶那彭氏女，就是他选的路，原本就是好友间闲话而已。没想到李俊生却听进了心里，虽然他爹娘对他寄予厚望，他如今也在榆林书院读书，可是他知道，以他的本事，高中状元是不可能的，有幸考个举子，若是没有背景，怕也是没什么前途。看着林家大哥如今威风八面的样子，他突然就想到，也许还有另一条路，于是就将眼光投向了在场的人群。当日林家长子大婚，乡绅贵族们都是携带家眷出席。最终李俊生的目光被一个粉色衣裙的少女吸引，看着那少女娇俏地跟同伴说笑，李俊生眼睛都看直了。林少卿发现了他的异样，顺着他的目光寻过去，就看到郑惠娘在跟自己的妹妹说笑，以为李俊生是在看自家妹妹，刚要开口介绍，就听到李俊生开口，那粉色衣裙的姑娘是谁家的？粉色衣裙，难不成李俊生看上了惠娘？虽然心里不爽，但是还是开口回答，是郑才柱家的小姐，叫惠娘，郑才柱的独女。李俊生来了兴致追问道。林少卿只嗯了一声，你认识她吗？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？郑才柱与我父亲相熟，我这些年并不常在家，所以郑家妇女并不认识我。然后就推着李俊生快去入席。自那日之后，李俊生就再也无心读书，先是缠着林少卿追问郑家的事情，见林少卿总是敷衍回答说不熟悉，心想可能是真不熟，也只能暂时作罢。一日，他和林少卿在街上闲逛，突然看到了郑家的马车停在了医馆门口，他就借口上茅房跟了上去，躲在了不远处的柱子后面。不一会儿，
2个政府的丫鬟拎着药包出来，一个丫鬟说：“小姐这次病得急，医馆的药吃了也未必管用，你我就不必操心了。老爷已经决定，明天上午就带着小姐去吃城南一个名医那求药，这是补药，听命拿回去就是了。快走吧。”另一个丫鬟催促道。李俊生听到明日郑家妇女会去城南求药，那应该是去大黑山下的鬼医处求药。据说那鬼医虽然医术高超，但是性子古怪，随缘看病，有时候对那些达官显贵呼来喝去，有时候却对穷苦人温声细语。李俊生虽然没去过，但是想要去大黑山，那必然会经过一处密林，而那一带经常有匪患出没。他一下子计上心来，于是他立马回去找林少卿，提议明日去城南采风。林少卿虽然诧异，但是春意正浓，适合踏青采风，于是2人便相约次日去城南。次日，郑家父女一行人起早出发，顺利到达大黑山。与别人看病不同，这鬼医并未为难。郑兄，别来无恙啊！惠娘刚进门，就看到一个仙风道骨的老人朝着父亲打招呼，而父亲也热络地上前与老人双手紧握。环山兄长，别来无恙。今日若非小女突然发了疾病，我也不会叨扰兄长的。看到惠娘一脸懵懂地看着自己，老人开口：“这就是侄女吧？我与你父是20年前就交，不必惊讶。我看你面色惨白，中气不足，是不是遭了惊吓？”郑财主开口：“是，兄长不瞒你说，上元之夜，惠娘看花灯晚归，从那之后就一直这样了。本想着可能是染了风寒，可是吃了很多药都不见好，最近情况越来越糟。我突然想到，会不会是那夜受了惊吓，邪祟入体，这才来求兄长帮忙。你猜得不错，3魂少了7魄，我给你一颗丹药，让侄女服下，保住剩下的魂魄。但是我算到侄女3个月后会有大劫，千万不能去城北断崖附近。我只能说到这里了，能不能度过此劫，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”说完，将一颗黑色药丸递了过来。郑财主听到女儿会有大劫，但是鬼医也只能暂时压制住魂魄，防止魂飞魄散。他早年也是学过道法，自知天命不可违。兄长既然说了看惠娘自己的造化了，那便顺其自然吧，自己一定看住女儿，不让她去城北断崖。惠娘服下药后，立马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起来。父女2人拜别鬼医，就开始往回赶。之后在路过密林时候，就遇到了一伙土匪，发生了前文提到的事。危难时刻，李俊生英雄救美，惠娘芳心爱许。郑财主一心只想着女儿劫难的事情，所以千叮咛万嘱咐，叫惠娘千万不要去城北断崖。惠娘诧异自己一辈子都没去过城北，更别提什么断崖了，只说自己记住了。李俊生当时就看得出惠娘对自己心动了，于是就花了银子买通惠娘的丫鬟打听惠娘的事。没想到丫鬟却带给他一个喜人的好消息。丫鬟说，自那日回府，惠娘就一直念叨着她的救命恩人，还托人打听李俊生呢。李俊生心想，真是天助我也，于是又给丫鬟塞了些银子，让丫鬟在惠娘那里替自己美言，还编了一些完美的故事让惠娘沦陷。李俊生眼看着惠娘渐渐为自己沉沦，想着必须加把火才行，于是去找林少卿，想让林少卿利用家里关系约惠娘出来见面，可是林少卿却严词拒绝了。李俊生有些莫名其妙，自从遇到劫匪那日回来，林少卿似乎就很不待见他。李俊生也不气恼，明着的路子走不通，那就得使点手段了。一日，丫鬟突然对惠娘说，城郊的牡丹花都开了，一片片的可好看了，惠娘最喜欢牡丹了。可是自从求医回来，
父亲总是限制他出府，要是去城郊，估计就更不可能了。可是如今的他身子爽利，觉得已经彻底痊愈，父亲多余那么担心了，他可不想辜负大好春光，于是就穿着婢女服，偷偷跟着丫鬟去了城郊牡丹园。只是当惠娘到牡丹园的时候，有些诧异，往年这个时候，好多人都来赏牡丹花兜，今天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呢？正当他犹豫的时候，突然一条蛇从草丛中突然窜了出来，惠娘吓得闭上眼睛大叫着，可是预期的疼痛没有到来。等她慢慢睁开眼睛，就看到眼前一个白衣男子正捂着手臂上的伤口，面色痛苦难耐。公子，你没事吧？要不是公子舍身相救，我家小姐怕是要被……婢女指着那公子突然开口，是你，李公子。惠娘看到眼前人正是自己的心上人时候，简直不敢置信，以为在做梦。当她反应过来李俊生为了救她而被毒蛇咬伤的时候，自责不已。不碍事的，这蛇虽然有剧毒，但是我家里有祖传的治蛇毒的秘药，回去吃上就没事的。只要小姐没事，我这条命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李俊生说完，起身就要走。李公子，我们还能再见吗？惠娘鼓起勇气娇羞地开口。李俊生顿时喜笑颜开，小姐真的愿意见到我吗？惠娘害羞地点点头，自然没看到李俊生递给丫鬟的眼色。小姐，李公子舍命救了您，这已经是2次救命之恩了，这在民间的话本子里是要以身相许的。这位姑娘，快不要说了，我一个穷秀才，纵然仰慕惠娘小姐已久，可是自己几斤几两还是知道的，不敢高攀，切勿污了你家小姐的名声。李俊生连忙开口道，一脸的真诚，你真的仰慕我吗？惠娘面色微红追问道。见李俊生坚定地点着头，惠娘娇羞地跑开了，不忘记回头冲着李俊生喊道，李公子，快回家去治疗蛇毒吧。李俊生示意让丫鬟赶紧追上去，嘴角上扬，什么蛇毒？不过是一条无毒的花蛇罢了，还是自己昨夜亲手捉的呢。就这样，在丫鬟的帮助下，惠娘经常偷偷外出与李俊生幽会。李俊生原本想像他爹当年那样，先把生米做成熟饭，到时候再去郑家摊牌，没想到虽然惠娘对他爱慕，可是都是发乎情止于理。为了维持他在惠娘心中完美的正人君子模样，他也只能另寻他法。一日，二人又相约去老地方幽会。惠娘到了客栈之后，久久不见李俊生，丫鬟见他着急，就说不如先点一些吃食，等李公子来了可以直接用饭了。惠娘觉得主意不错，于是就让丫鬟去安排。可是都等到傍晚了，还不见李俊生来，惠娘有些气恼，觉得自己被戏耍了。丫鬟解释，李公子不是那种人，一定是被什么事情缠身耽误了。惠娘想到，最近李俊生因为要进京赶考的事情，已经有3天未来见他，好不容易约好了见一面，竟然还放鸽子了。丫鬟说要去找找看，让惠娘不要担心。丫鬟走后，惠娘越等越气，就叫了一壶酒，独自借酒消愁。可是没想到，一杯下肚就感觉整个人晕沉沉的。就在自己要昏回去之前，邻桌一个男子奸笑地过来，要抓她的手，还开口道，小娘子，哥哥陪你一起喝一杯呀。等惠娘再次醒来，已经是半夜了。当她悠悠转醒，就发现自己躺在客栈的后院石凳上，眼前的一幕直接让她吓哭了。李俊生正恶狠狠地用棍子打一个男子，边打边骂，你竟然敢摸我的娘子，看老子不打断你的腿。那男子也是嘴上不饶人，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往院子外面跑。我就摸了怎么的？丫鬟在后面拦着李俊生，李公子，快住手吧，要出人命了。
还是看看小姐吧。李俊生见那无赖已经跑了，于是扔了棍子奔过来，一把抱住惠娘，然后就开始抽自己嘴巴，还骂自己，都怪我，要不是我娘病重，耽误了来见你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。惠娘彻底清醒过来，也知道了自己被人下了药，虽然无赖没得逞，但是一定也是被占了便宜的。可是自己是知书达理的人，李俊生他娘病重，当然走不开，于是只能崩溃大哭，说自己不想活了。等郑家老爷找到的时候，就看到自己的女儿衣衫不整的被李俊生抱在怀里，一时气恼，又痛心不已。刚刚丫鬟回府说小姐丢了的时候，他最怕的就是发生这种事。好在不久丫鬟就说找到了，但是不让老爷声张，只带了亲信前来。看到眼前的一幕，郑老爷有苦说不出，自己千挑万选了那么多好女婿人选，最终竟然不得不选择李俊生这个穷秀才。到底是命定的姻缘，还是有人蓄意操纵呢？如今也顾不得许多，既然女儿并未真正失贞，而李俊生又一副不离不弃的样子，也只得认下这门亲事了。7日后，李俊生入赘到郑家，成了全城羡慕的对象。当然了，除了一个人，就是林少卿。大婚那日，林少卿借口外出，并没有去。他早就看到了李俊生为了入赘郑家不择手段，可是惠娘就是喜欢他，自己也无能为力了。自从入赘郑家，李俊生立刻享受到了人上人的快感。很快到了进京赶考的日子，原本李俊生是不打算去考试的，毕竟自己就算中了个举子，没有背景也会被派到哪个穷乡僻壤混底层，哪里赶得上在郑家舒坦。可是如今郑家的一切都在郑老爷手里，而自己为了维护在惠娘眼中上进的书生形象，不得不硬着头皮进京赶考。虽然不喜李俊生，但是林少卿还是与他一起进京赶考。以前不知道林少卿为何突然对自己态度冷淡，但是自从林少卿没来参加自己大婚，李俊生就彻底明白了，林少卿是喜欢惠娘的，只不过让自己捷足先登了，心里羡慕嫉妒恨也是人之常情。但是他就是忍不住在林少卿面前提惠娘，提她的温婉贤惠，甚至为了刺激他，还跟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洞房花烛夜。林少卿气急，觉得这人无药可救，于是二人分道扬镳。也不知道老天是开不开眼。接榜那日，林少卿高中榜首，这无可厚非。可是李俊生竟然还中了举。皇帝看二人仪表堂堂，分别将二人推荐给了翰林院和国舅王大人。林少卿入职翰林院，李俊生得知自己要跟着国舅爷做事，心下便又有了一番伎俩。凭借着自己舌灿莲花溜须拍马的本事，很讨国舅欢心。当然了，他就是冲着国舅爷的独女去的。自从见到苏青青第一眼，他就沦陷了。跟苏青青这种真正的豪门贵女一比，那家里的惠娘就如泥巴里的小花一样，实在入不了眼。既然国舅爷有意将女儿许配给自己，那么李俊生自然要好好谋划一番。他绝对不能让国舅爷知道自己已经有妻子的事情，所以就对国舅说，要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，接父母到京城来享福。于是得到国舅的允许，独自回乡了。在家里盼望丈夫的惠娘，早就接到丈夫中举的好消息，就等着李俊生回来带她进京呢。李俊生先是回到家中，告知爹娘自己中举，又有了别的机遇，接他们进京享福，但是绝对不能说他已经娶妻的事情。随后回到郑家，敷衍了一顿接风宴后，第二日就带着惠娘出发了。原本是要从城东走的，可是刚出了郑家不远，李俊生就驾着马车改道一路向北。1个时辰之后，马车突然停下了。惠娘诧异地撩起帘子，问道：相公，
怎么不走了？夫人，咱们这一走就不知何时才能再回来了。听说这城北有一片牡丹花，我想着夫人此生最爱牡丹，走之前就特意带你来看看，留一份美好的回忆。说这就扶惠娘下车。惠娘从未听过城北有牡丹，上次听城北还是去鬼医那求药，他爹千叮咛万嘱咐不让他来城北断崖，心中隐隐有些不安，就开口说：相公，算了，还是不看了。繁华帝都什么样的牡丹没有呢？咱们还是快些赶路吧。说着就要往回走，可是李俊生死死钳住他的手臂，继续往前走。夫人，以前总是我对你千依百顺，如今你就听我一次吧。惠娘只得妥协，继续往前走。可是她发现越走越空旷，起风了，哪里有牡丹呢？等李俊生彻底停下脚步等时候，惠娘发现自己已经处在断崖之巅。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李俊生一把将她推下断崖。夫人，断崖下有一片牡丹花，你就好好在这安息吧，不要怪我。1个月之后，李俊生娶了国舅爷的独女，一时间风头无两，都盖过了新科状元林少卿的风头。只是林少卿诧异，国舅爷独女是不可能与人做妾的，难道是李俊生回乡将惠娘休了？若真是如此，自己愿意娶她为妻。若是她遭遇了不测呢？他实在放心不下，于是便修书一封，向家里大哥打听惠娘的消息。不久，大哥回信说，1个月前惠娘跟随李俊生进京了。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，以李俊生的脾性，什么坏事干不出来，他必须要找李俊生问个清清楚楚。李俊生千算万算，竟然忘了林少卿还惦记着惠娘。不过他早就做好了万全之策。他说惠娘半路跟别的男人私奔了，他不想管郑家的事了。林少卿自然是不信的，更加确定惠娘大概是遭遇了不测。李俊生，若是惠娘遭遇不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林少卿走后，李俊生想到惠娘已经葬身断崖，谁也找不到了。当他以为终于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一个仆人追上了林少卿，并且说国舅爷有请。国舅爷听林少卿说起李俊生和惠娘的旧事，心中愤慨，但是也不能光听他一面之词，问他有没有证据证明李俊生确实是欺骗了自己。林少卿坦言，榆中县距离京城不过100里，国舅爷若是想确认，派人一去便知。好，你是京科状元，我自然是信你不会凭空诬陷人。若是让我查到李俊生欺骗我，我定要让他付出血的代价。国舅爷狠狠地说，也不过才3日，林少卿就听说国舅爷让李俊生写了和离书，然后将他扭送到皇帝跟前，证据确凿，想让皇帝治李俊生的罪。李俊生见事情败露，索性承认自己确实欺骗了国舅爷，但是自己回乡确实是休妻的，一口咬定惠娘不甘心跟别人私奔了，他也没办法。正当大家都对他无可奈何的时候，突然林少卿带着一个女子进殿。李俊生，你真是畜生不如，枉我那么信任你，你竟然为了攀附高枝，将我推下悬崖。李俊生惊愕地看着眼前的女子，正是被自己推下断崖的惠娘。不可能，那断崖深不见底，你不可能活着的。你是谁？李俊生已经语无伦次，不打自招。最后李俊生恶有恶报，被判了斩刑。原来当日惠娘被李俊生推下断崖，并没有死，而是落在了河水里，最后被一个猎户所救，昏迷了1个月。他在昏迷期间灵魂出离，似乎回到了与李俊生相识的最初，只不过他是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到那一幕幕往事。原来当初李俊生在林少卿哥哥婚宴上就开始盯上了自己，
至于之后在密林英雄救美，更是李俊生处心积虑筹谋的。他看到那日李俊生故意引着林少卿往密林处走，明明发现了两边埋伏着土匪，才特意大声说，一会儿郑大财主带着女儿求药回来，路过这也不知道求什么药，带了那么多银子。林少卿自然听得晕头转向，但是土匪却懂了，与其打劫这两个秀才，还不如一会儿干一票大的。刚走出密林，李俊生就让林少卿抓紧去报官，说他发现有土匪，应该会打劫郑家妇女。林少卿气恼李俊生，但是也只得拼了命去报官。等他带着人回来，刚好赶上郑家妇女要被带走，李俊生却第一个冲上前去，充当英雄救美的角色。林少卿看清李俊生的真面目，便对他渐渐疏远起来。惠娘气得恨不得剁了李俊生。接着几个画面突现，他总算明白了，自己的丫鬟早就被李俊生买通了，那毒蛇是假的，他母亲病重来晚导致自己受辱也是精心策划的，这畜生就是为了得到郑家的一切。惠娘清醒之后，立刻进京来，就是要揭穿这个伪君子。如今真相大白，恶人惩罚。看到林少卿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惠娘直接开口，从前是我有眼无珠，如今我已经是蒲柳之身，如果你不嫌弃，那……还没等惠娘说完，林少卿就一把抱住她，深情地说，我不嫌弃，我这辈子就只钟情于你一人。后来惠娘嫁给了林少卿，还为他生下了5个儿子，3个女儿，个个都是人中龙凤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